进入2024年以来，中国房地产业危机进一步恶化，泡沫正在快速破裂，众多大型房企相继暴雷、烂尾楼、停工楼盘出没，业主群体事件此起彼伏，房价和销量双双下滑，形势堪比雷曼危机。多地政府眼见祸气萧墙，赶紧推出救市政策，可惜为时已晚。中国虽急忙启动数万亿救市计划，结果不仅难以挽回局面，还白白耗费资金和行政成本。分析认为，房地产业的寒冬正式来临，政府不应再浪费那税人的钱去营救必死之人。多地推出房展会返乡置业优惠政策，表面正确，实际上雪上加霜。据统计，仅2月上半月，就有黑龙江哈尔滨、江苏兴化、广西平南、福建三明等地推出各类房展会和购房优惠政策，还有湖北、重庆、江苏、南昌等省市宣布返乡置业补贴。这些优惠力度很大，比如直接给购房者上万元补贴、契税减免、免费提供装修设计方案等。民营房企也配合推各种优惠活动，例如限时95折。表面上这些就是措施符合政治正确，但实际效果令人忧虑。因为现在老百姓对经济前景信心丧失，口袋里的钱都不够花，哪有余力去置业？再大的购房优惠也难以刺激购房热情。住房是刚性需求，但投资性置业则面临严冬。多地政府不惜砸钱推优惠，结果可能雪上加霜，杯水车薪。事实上，这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营救房市，是因为前几年高歌猛进盖楼时为 GDP 试问，造成大量烂尾和空置。现在不得不卖库存，但买者不买，降价也难消，优惠再多也难以激起购房欲望。更何况现在经济形势严峻，老百姓们都在考虑如何活下去，哪有心思搞投资？白名单细则暴露监管本质，项目过关，企业难逃劫难。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恶化，中国决定放弃了原有的固有看法，启动了全面救市。1月26日，监管层积极推出白名单计划，直接让国有银行向房企提供流动性支持。这反映出问题严重性和对经济的冲击都超过当权者原先预计。形势危急，这下只能舍小失大，舍原则营救。中国声称启动这一数万亿级救市计划，是为了确保业主利益，保证烂尾楼、停工项目尽快完工交付。但是白名单的细则却暴露出，监管的核心着眼点根本不是救市网狂澜，而是确保银行贷款安全。含金量不高的项目根本入不了名单，注定难逃厄运。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能通过，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，顺利完工。但项目公司本身仍要面临债务违约、破产清算的厄运。这体现出一个残酷现实：中国的救市只是义务式表演，显示出为百姓着想的假象。实质上，整个救市设计的核心是保证国有银行的贷款安全，降低金融风险。至于房企和业主的利益，则只是顺带考虑，该倒的还是避免不了死亡命运。具体来说，白名单计划针对的是项目，而不是企业。也就是说，监管机构只考虑单个楼盘的建设和完工情况。如果你的楼盘还在正常施工，具备一定质量，那就可以申请纳入白名单，获得续命资金。相反，如果你的项目烂尾或资金链断裂，那只能任由其消亡。至于房企本身的运营和偿债情况，政策并不过多考虑，你有没有回旋余地，能不能翻身，与他们无关。这就如同医院将死病人踢出病房，任由其在病房外病逝。楼盘没了，房企还在也是死；楼盘活了，房企破产了，也难逃厄运。据官方披露，170多个城市已提出第一批白名单项目，总计超过3000个。这意味着将有超过3000个项目获得总计3.2万亿元左右的救命贷款。
这些钱中有1/3会流向新开工的楼盘，这些建设中的楼盘最终能完工，但剩下的2/3会流入已开发的烂尾楼项目，能否完工仍存疑。因为白名单只保证单个项目获得资金，但如果企业已经资不抵债，这些钱最后也可能被榨干，到时候这些烂尾楼仍会烂尾，变成居民的弃墟。与此同时，房企法人也会在榨干贷款后宣布破产清算，产权转让。届时烂尾楼将有新东家接手，但业主的权益也要重新谈判。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，中国房地产业持续恶化，有上百家房企相继倒闭。如今形势已经严峻到超出了预期，中国不得不启动了全面的救市计划。但是由于计划推出太晚，政策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，这轮救市很难达到扭转败局的效果。具体来说，目前银行贷款速度虽较预期快，但仍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。单单5000亿元的新增贷款就难以填补行业万亿级的资金缺口。房地产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，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巨额投资，即便优质项目也需要数十亿元开发成本，这远超中小银行可承受的规模。目前主要国有银行都在积极配合，但他们也有监管约束，无法无底线放贷。拯救整个产业需要更大力度的资本运作，这已经超出银行业单独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这轮救市的预期效果也被严重高估。现实情况是，民间购房信心瓦解，放贷再多也难以刺激销量。全国范围内都存在库存积压问题，光靠少数返乡置业的偶发需求无法消化。即便价格再低，老百姓口袋里也没有多余现金入市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，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连续数年下行，这是产业周期性变化规律使然，并非短期政策可以扭转的。泡沫破裂是一个必然过程，政府的救市就像让即将报废的汽车再跑多几年，不仅延缓了报废更新，还白白耗费了维修成本。事实上，全国土地财政占比过高，房价收入比达到历史罕见的水平等问题，都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严重畸形，这是源于关键性的结构性矛盾。想靠短期的救市政策治标不治本，注定会事与愿违。现在政策效果弱化，市场反应冷淡都在预料之中。既然行业生死已经命中注定，政府不应再重复毫无意义的救市举措，那只会让百姓产生幻觉。不如痛快退出，任市场根据定律淘汰应淘汰者。即使过程痛苦，但也能给本质问题积淀时间凸显，促使监管部门正式改革。如果再推出4万亿级别的刺激，那只会重复2008年的前车之鉴，最终弊大于利。当年4万亿让地方政府肆无忌惮扩张产能，挥霍资金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。它直接引发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加剧的系统性问题。如今中国正面临增长乏力和通缩风险双重压力，再重复同样的错路只会雪上加霜。事实上，在当下大环境下，中国想要重蹈覆辙翻身万分困难。无论是国内通缩风险还是国际环境恶化，都将持续压制中国经济前景。全球进入加息和量化紧缩的大周期，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风险不断加大。即便中国全力救市，也很难再像10几年前那样高速增长。房地产更是高杠杆、周期性行业，一旦步入下行，更没有可能扭转。简而言之，这轮救市就像给将死之人做无效急救，不仅徒劳无益，还会耗费宝贵医疗资源。总体而言，中国经济已到下半场，增长乏力环境将持续存在。高杠杆的房地产更是无法再拼增长，只会拖累 GDP 表现。一场行业洗牌大戏已经开场，自导自演就是最后终将成为一场闹剧。